2022年4月14日，乌克兰国防部声称击沉了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巡洋舰莫斯科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莫斯科号巡洋舰发生火灾，引燃了搭载弹药，导致发生爆炸，使该舰发生了严重损毁，舰上人员已经撤离。4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莫斯科号巡洋舰在拖船至港口时，由于风浪较大，船身失去稳定性而沉没。自此，1979年下水，1982年服役的光荣级巡洋舰首舰莫斯科号，在走完了40年的服役路程后，带着红色帝国的余晖，沉入到了黑海海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直被俄罗斯海军引以为豪的导弹巡洋舰光荣级。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极大地刺激了苏联海军。本来高层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水面舰已经是铁棺材了。秉承着导弹制胜论和潜艇制胜论，大型水面战舰的发展受到了限制。结果在危机的对峙中，参与护航的苏联潜艇暴露了巨大的局限性。危机结束后，苏联海军得以发展大型水面舰艇。经过10多年的发展，苏联海军虽然建立了一支可观的远洋舰队，但是美国海军的优势仍然很大，而且新型巡洋舰开工在即，更不用说航母带来的空中打击力量的绝对优势。所以苏联海军迫切地需要一款新型的全能巡洋舰，基洛夫级巡洋舰就是新的王牌。然而盛名之下，基洛夫有2大缺陷：装舰的 KN3 核反应堆功率不足，为了达到设计航速，又增加了燃油锅炉，形成了独一份的核蒸联合动力。单独使用核动力时航速20节，单独使用蒸汽动力时航速18节，17节时续航力1000海里，增加了动力系统的复杂性，没有发挥核动力的动力优势，反而得到了造价高昂的劣势。唯一能想到的好处就是开启烟雾发生器了。而且全能的武器带来了巨大排水量和造价，排水量超过25000吨的基洛夫级被欧美海军称为战列巡洋舰，造价也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虽然限制了大规模建造的可能性。就在基洛夫建造的同时，苏联海军就责令北方设计局设计2款小型的纯核动力巡洋舰，光荣级就是其中的核动力攻击巡洋舰计划演变而来。由于设计时美国已经拥有了5个型号的核动力巡洋舰，加上海军的要求，北方设计局也考虑采用纯核动力。但是和美国海军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一样，核动力系统并没有设想的那样美好，受限于昂贵的成本，而且续航力优势对战斗性能的提高非常有限，加上早期反应堆需要在舰艇服役期间进行换料，也会带来长时间的缺勤。更不要说由于技术落后而采用核蒸联合动力这种四不像的方案了。经过争论，最终北方设计局还是采用了常规动力的全燃联合动力系统。由于燃气轮机怠速不省油的特点，舰上的蒸汽轮机在巡航时只开启了一部分，需要全速时再开启所有的机器。俄罗斯同级别的战舰还有2艘，一艘属于北海舰队，另一艘属于太平洋舰队。由于当时苏联海军航空兵仍不具有有效的打击能力，光荣级的设计目标仍然是以反舰为主的多功能舰船，依靠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造成饱和攻击，以压垮美国航母编队的防空能力。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以防空为主，担任航母护卫的目标。在此目标之下，构成了光荣级最显著的外形特征：16具巨大的反舰导弹发射器，2两一组，分别排列在舰体前部的2侧。固定角度的发射器挤占了甲板的空间，使得上层建筑呈现出一种狭长高大的造型。具体到功能分区上，与常规布局也有所不同。巨大的导弹发射器营造了咄咄逼人的威慑印象，这也是苏联暴力美学的代表之一。这是由于在反舰导弹的选择上，并没有选择基洛夫同款的 P700 花岗岩，而是 P500 玄武岩。3号舰上则使用了改进型的 P1000 火山。该款导弹北约代号 SSN-12沙箱，弹长 11.7 米，弹径 0.88 米。导弹在无中继制导时射程为50千米，在有中继制导时最大为550千米，飞行速度为 1.7 到 2.5 马赫，发射质量4800千克，战斗步重500千克，并可与核装药互换。导弹采用惯导、中继修正和主动雷达未制导方式，需依赖舰上装设的卫星数据接收系统和直升机进行中继制导。光荣级导弹巡洋舰舰长186米，宽 20.8 米，满载吃水 8.4 米，标准排水量9531吨，满载排水量11674吨。
舰首采用高干舷外漂设计，有助于减少上浪。全燃联合动力系统由2台巡航燃气轮机和4台加速燃气轮机组成，最大航速 32.5 节，最大续航能力7000海里。武器装备也十分多样，除了前面提到的反舰导弹，8座8连装垂直发射系统布置于舰体的中后部，可发射 SAN-6 防空导弹，承担最外层防空圈。不同于美国的垂直发射系统的方形发射筒，苏俄采用的是圆形发射筒，8个发射筒又以圆形排列成一组，中层由黄蜂防空导弹负责，有2个分置于舰尾直升机库两侧的双联发射架发射。该发射架采用升降式设计，平时收纳于甲板下方。突破至内一层的导弹由6座 AK-630 型6管30毫米防空速射炮拦截，该炮2两一组，分置于舰桥前部和后尾两侧的平台上，有效射程 8.1千米，采用内能源驱动，重量较轻，安装适应性比较好，射速范围每分钟4000到5000发，是防空系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种布置方式受巨大反舰导弹的影响，使首尾方向的防御效果受到影响。但是好消息是，由于军舰两侧雷达信号最为强烈，所以首尾方向的防空压力应该比较小。主要火力还有一门双联装 AK-130 舰炮，130毫米口径，射速60发每分钟，高频两用，射程23千米。缺点是重量过大，只有大型驱逐舰以上才可以搭载。配备有炮瞄雷达、红外和光学火控系统。2座5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器，可以发射 SSN-15 反潜导弹和多种鱼雷，包括采用核弹头的鱼雷。还有2座12连装的龙卷风反潜火箭发射器，布置在舰首的 AK-630 近防炮之后。除此之外，还可搭载1架直升机。最初是卡25 ，90年代换装为卡27，可以执行远程反潜和反舰导弹提供中继制导。光荣级设计建造的年代是苏联与西方在电子科技工业发展进度上不断拉大的年代。为了弥补技术差距，苏联设计师通过放大体积、提高功率、走专用化等措施。军舰上凌厉的天线既构成了苏联暴力美学的另一特征，又体现了苏联设计师的水平，还包含本国电子工业落后的无奈。由于建造过程中电子设备的研制进度问题，3艘光荣级的配备稍有不同。比如前2艘的3座标对海对空搜索雷达为 M2700，3号舰则为 M2710。按照原计划，光荣级将建造8艘，首舰于1976年11月5日铺设龙骨，1979年7月27日下水，1982年底服役。随着最后10年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建造进度放缓，到苏联解体时，只有3艘舰称服役。4号舰建成 75% 后，被乌克兰继承搁置于船台之上。俄乌2国都无力独自建造，乌克兰曾准备将其出售，但是找不到买家。后来多次有出售传闻，也都不了了之。5号舰只有 30% 的进度，后被拆解。由于苏联解体和休克疗法以来的混乱，苏联遗留下来的舰队大规模退役，即使性价比比较好的光荣级3艘得以保存，但是也缺乏保养维修和升级。本次沉没的莫斯科号就是光荣级首舰光荣号改名而来，曾在船坞搁置多年等待维修。至于莫斯科号的沉没到底是由于吸烟还是导弹，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遗存又淡化了一步。这一损失对俄罗斯无论是行动层面还是象征意义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它对俄罗斯一统黑海的能力也将构成严重的后果。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